什么？要把家里的丫鬟转成工人？这么大的事，怎么没人跟我商量？四妹，事情是你搞出来的，你是不是故意瞒我？你知不知道尊重我呀？大姐，我一直都很尊重你，不过现在情况有变。妈，事情比较复杂，牵涉很多其他问题，给我点时间，慢慢跟你解释。现在有人自作主张，我不管你们在外面要争取什么，总之这个家是有规有矩，不可以因为一个人扰乱所有的秩序。彩云，过来，去大少奶奶那边，她才是你的主人。是大太太。小游，彩月是你的丫鬟，由你来管教。记住，要管好自己的事，别像有些人那样，为了出风头就做一些不合自己身份的事。是婆婆。大姐，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出风头，我是过来人，很清楚丫鬟的惨况，我只想为他们出一口气。何况大姐当初也默认了让彩月去为丫鬟说话。我当时是没反对，我以为说几句话而已，不知道会搞得天翻地覆啊！四妈也不知道事情会。你闭嘴！不该说的人说话，该说话的人却不说。三妹，这事你也出一份力啊！冤枉啊，大姐！老爷一直在说帮丫鬟吗？我也是顺着老爷的意思去帮四妹。人家反对是人家的事，我们家从来没有虐待过丫鬟。搞那么多事干什么？全都是因为你任性，所以老爷才会站在你那边。现在连老爷都被你拉下水了。大姐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你嫁进这个家之后就天下大乱，不管了，这个家我当不了了，交给你吧。又出什么事了？爸，老爷，公公，老爷，什么事？是不是你要把丫鬟转成工人呢？你也不想我出尔反尔吧？不然的话，我就变成说话不算话。老爷这么说，那就听你的喽。那就好。其他人没意见吧？彩月，都是你惹的祸，去什么记者会啊？搞得老爷把我们都转成工人，以前在这里吃这里住，无忧无虑，现在没这种好事了。是四太太教我说的，我以前怎么被主人打，怎么被主人关黑屋子，全部都是四太太教我的。她说外面别的丫鬟也有我这种经历，说出来能帮其他的人。是你自己被旧主人罚嘛？三太太不知道多疼我。老爷虽然严了点，但是二太太对我很好啊，而且少爷和小姐又很有教养，我从来没有被虐待过。听到没有啊？是你自己不走运呢。你看看你啊，一副倒霉相，印堂发暗，做事就闯祸，当然被人打啦。你们别怪彩月了，她也是想为大家出一份力嘛。你这么说就是站在她那边了。什么这边那边啊？大家都是丫鬟，大家都应该同一阵线。自从你跟四太太来了之后，搞得我们太太都不安宁。什么我们同一阵线呢？你别痴心妄想了。没错，你根本没资格代表我们说话。我非教训你不可。云姨，老爷交代过不能打丫鬟的。老爷交代不能随便打丫鬟，没说不能教训丫鬟。让开！彩云，快走！你不让开，我连你一起打。走啊！四太太、二少爷，你们救我！彩月，什么事？云姨她。云姨，什么事啊？对不起四太太，对不起二少爷，彩月胆大妄为，我要带她进去好好教训她。彩月做错什么了？她不听太太话，在外面闯了祸，胡说什么丫鬟转工人，你说她是不是该罚？丫鬟转工人是我说的，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。我不敢。云姨，不用怕，由我做主，有什么就尽管说。三妈，三妈，过来，过来呀！太太，是你叫我说，我才敢说的。其实钟家所有的丫鬟，全都不同意四太太所说的话。我们只想一心一意服侍钟家，根本就不想做什么工人。四太太，如果你不相信呢，可以当面问问他们。你们全都出来。
你们把跟我说过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各位太太。我是个孤儿，无亲无故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钟家。外面世道艰难，我不知道怎么活呀。幸亏老爷跟太太给钱才能葬我爸爸，所以我要做一辈子的丫鬟来报答他们。是啊，太太，我不想转做工人，我怕会被开除了，以后就没饭吃了。所以太太别不要我，我不离开你，别不要我呀，我们愿意做丫鬟。你们别这样，你们听我说。四妹，看你把他们害的。你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听了，只是你一厢情愿呢。他们只求3餐1宿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都给不了他们呢？什么事这么吵啊？爸，老爷，少爷，没什么，他们不想转为工人，想维持原状。这件事我已经说过很多次，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说。他们想做丫鬟也好，做工人也好，选择权任他们自己，大家不能逼他们。谢谢老爷。老爷，家里的事让大姐处理。Charles， 子君，跟我来书房。我知道你心里呢有很多不满意，不过其实我想问你个问题：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爸，我们知道你难做，他们根本就是民智未开，他们不会分什么是对他们好，就好像在广场那些人一样，要慢慢的接受教育。我知道反续币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，我只是希望他们能早点了解自己的处境。他们的问题主要就是生计，我会跟 Mr. Robinson 谈一谈，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还有，你给我介绍安德鲁神父，我想直接跟他谈谈。是的，爸。你不用担心，禁闭这件事是早晚的问题，假以时日，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。续币运动能继续推行下去啊？为什么突然之间速度会拖慢了呢？把速度拖慢是迫不得已。董廷亨搞了个防范虐币会，他除了想维护上流社会的利益之外，同时他还想利用手上一张牌，作为跟政府议价的筹码。你说的是不是铜锣湾发展计划？董廷亨已经派了后百枪来找我们商量，他希望在这个项目上有话语权。阿德，你会不会为了英国政府而对董廷亨让步啊？让步是小，
但要对整件事有帮助。爸他从来都不喜欢受人威胁，更不会用四妈的反续币会来跟政府讨价还价。言下之意呢，你们有解决的办法了？曾爵士，婢女制度在我们中国有了悠久的历史，想一下子推翻并不容易。搞一个反续币运动，整体来说已经不简单了，而且是迈了一大步了。所以，你跟 Mr. Robinson 说，叫他要对我有信心。反续币这件事，我一定会解决。好，我把你的话转告给 Mr. Robinson。早。早啊，钟先生，新婚不久，这么快上班？你知道我不做事不舒服了。哦，早上有封信是寄给你的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钟先生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银行那边有消息，终于查到金木水跟费克逊之间的关系了。恭喜你，查了这么久，终于有新线索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去警局。钟大少爷，你来警局干什么？看见你正好，木水的案子有新线索。那案子你还在查？我再跟你解释吧，请你的头出来。费格逊在案发之前曾经从银行取出600块，银行给他的是6张连号码新的100块，桌上这5张100块是雷谢给木水的安家费。大家注意一下，他们的号码是相连的。第6张100块很可能就是木水打齐里夫的报酬。我们可以去政务房把那张100块拿出来对照，要是跟这5张100块号码相连的话，就可以证明费格逊是整件事的幕后黑手。再加上齐里夫的太太是费格逊的前妻，所以费格逊极有可能因为他前妻而杀死齐里夫。钟大壮，如果照你这么说，费格逊的确有很明显的杀人动机，而且证据也很充足，我们一定会查下去，还金木水一个公道。麻烦你了。应该做的。淑芬，是你跟我去一趟政务房。知道。达志，是你为钟大壮录一份详细的口供。知道。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木水的冤情会石沉大海，想不到你还会坚持，还不肯放弃。说实话，我娶了小尤，就当你们都是我的家人，我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。达志，我知道你之前跟我爸和吉米曾经有些过节，希望你别放在心里。我根本就没事，是他们不喜欢我。